男嘉宾小孙34岁，来自辽宁，物业经理；女嘉宾小可29岁，同样来自辽宁，是一名小学教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结婚多久了？结婚2年了。什么问题呢？因为我们两个属于闪婚，3个月就结婚了。办婚礼之前，他们家亲戚就是给他打电话借钱，把我们婚礼的这个钱就给借走了一部分。这件事我不知道，一直都是瞒着我，他根本就从来就没跟我说过这件事儿。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闹心才不告诉你。但是婚礼我得办呢，你从始至终你就没跟我说过，你也没跟我提过。等到准备装修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钱已经少了一部分了。因为把这钱借走了，我度蜜月也没去上。第2次是我准备就是生宝宝的钱，生孩子那天了，然后跟我说钱借走了，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第2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也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。那你最后一个知道，我在医院呢，我怎么办？然后我母亲当时挺生气的，给我拿的住院费，过后把这钱补给我了，我婆婆，但是补给我了，我心里还是会有一点那么的不开心。2次都是亲戚借钱，亲戚还会借第3次吗？借了，第3次是我母亲就是给孩子买了一个学区房。你母亲给买的？对，给买的，因为他们家那时候就是不是太愿意，就感觉现在有房子住。不是没有房子住，本来我们2个结婚以后啊，住的那个房子是在市中心，什么都很方便，房子平米数也不小，但是说非得要全款买一个其他的房子要再换。那你说房子也是为了孩子着想，他老怪我说全款买了一个房子，那孩子以后肯定会上学用，而且没有你们家拿1分钱，因为考虑到结婚他家也买房子了嘛，说那意思你家拿钱装修，我婆婆当时也是同意了的，现在就说装修钱让他家亲戚不知道搁哪知道，就说我们要买房子，知道我婆婆那有装修钱，又给借走了，就借了这3回吧，后面还借呢。还借呢？还有呢？是一个亲戚吗？是一个呀。实际上我也挺挠头这件事儿，他每次来借完了以后吧，实际上不想跟他说，也不想跟我母亲说。不，我问问啊，那是你什么亲戚啊？我一个问谁借？问你借啊？问我母亲借。每次都是不是？那你的钱不应该你管吗？主持人是这样的，我们2个结婚吧，之前他的钱是在他母亲那儿的，然后结婚以后2个人就是结的钱什么的也都是在他母亲那儿，我们2个花的是我们2个的工资，所以他把钱全借走了，现在我就已经是空了。哎，那你们不是结婚2年多了吗？再攒点呗。攒不上，我们结婚半年我就怀孕了然后我身体就一直不好，就在家养胎来着，就叠着他一个人挣钱养家，挺难。对，挺难，已经非常难了。哎，这你母亲不知道吗？我母亲也知道，我母亲这人她对亲戚这一块，我让她去沟通，她不沟通啊。我认为什么呢？我认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就是我母亲自己一个人单住，老太太60多岁还有心脏病。你说我要是跟妈去说这件事儿吧，我怕她心里边多想。那你这样的话，我们2个因为这事天天吵，感情都已经有裂缝了而且就是说我们2个现在已经很紧了哈。还有一块是什么呢？他天天就是买模型，没有钱也买。买模型？对，模型。什么模型啊？这就是我们家的模型，现在啊。哇！我们家3室1厅现在就是已经满满的了。我为什么才要换个房子？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这全都是。从结婚到现在吧，1年多的时间，2年攒满了。你那模型可都不便宜呢。不便宜，500到5000。我看了他有几样模型，还真的都不便宜，有些还是限量的，对吧？是限量。喜欢这个爱好没什么呀，影响家庭了是吧？严重影响啊！他平时就是说买这些模型已经花不少钱了，我们家的模型就是10万多是肯定有了这个钱。你说你有这钱干什么不好？我现在我就不想让他再玩这个模型了，因为家里还有孩子，我自己本身就带不过来，身体还不好，我母亲身体也不好，就想他帮他多看一看孩子。他这个模型他就始终一直在玩，放不下。我问一句啊，玩没什么，模型亲还是孩子亲？你告诉我。孩子亲，孩子亲是这样吗？我所谓的模型亲还是孩子亲，是回家跟模型待的时间久，还是跟孩子待的时间久？跟模型上待的时间久啊。有时候回来吧，我说你是不是看看孩子，别老玩模型。不是玩模型就是玩电子产品，还电子控。对，家里有这些东西以后，你家里边不也是方便吗？再说了，我也是为了你在家里边怕你。你那是为了我吗？你那是为了自己玩找个借口。我搁家里唯独一个手机能用，别的我什么都不会用。那就是说他回家之后基本就跟模型和电子产品玩，对是吧？对。孩子就是你一个人了？孩子就我一个人。有人帮你们带吗？还是你自己带？我母亲偶尔能过来帮我看一下，除非我有事出去。
剩下都是我自己。那后来的时候，我不也是把工作这边彻底放下了吗？因为之前的时候工作比较忙啊，然后呢，我是尽力的能在家里多待1分钟都多待1分钟。跟那个根本都没关系，他上班的时候就家里啊要没有菜了，他都不带说买下来的。你像你的根本就不用我说，你天天就自己带菜回来呗。那我这边天天上班，我哪知道家里边有什么没有什么？那你明知道我搁家孩子，我还给孩子喂奶，你说我不吃饭，一个饿一天，有时候就吃方便面对付一口。没人给你做饭？没有，我带孩子每天就睡2、3个小时的觉。哎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别玩了吧，兄弟。是啊，后来这不就不玩了吗？后期的时候，隔了一段，因为你老说不玩，哪次我们2个吵架以后，我改我不玩了啊。那你也不能说因为吵架了你就还买。哎，孩子你抱吗？我抱，行吗？抱的。反正你要是搁那旁边盯着他，抱的还行。你要是看不着呢，也就那回事了。我有一回做饭，我说你帮我看一会儿孩子，他搁那玩那个就是男生老玩那个电脑游戏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，就搁那玩。我一回身，孩子因为5、6个月要翻身了，还差这些就掉地下了啊。我眼看着就要掉地下了，我这边锅子这热着呢，我赶紧我就冲过去了，我给孩子扶住了。我说你怎么看？他也不是那样的，你只是说你转身这一个瞬间他看到了，不代表我没看呢。那你不能就不玩吗？你就把电脑放在那儿不行吗？你就跟孩子玩一会儿，他认为孩子是什么？我给他奶喂饱了，他尿了我给他换了就完事儿，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。经济上面有压力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老公又是个没长大的孩子，你压力应该特别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生宝宝的时候我是200斤的体重，然后你再看我现在的体重就是特别累了。然后我有时候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跟咱妈就是好好说一说，别借钱了，因为本身我们没有钱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这么乱花下去，怎么过的日子？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实际上面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打断你一下。你这赶紧吧。因为他生完孩子以后，这个泪腺这一块一直不太好，上医院已经看了几次了。我跟他生气上火，眼睛就是肿了，那只都已经烂了这只长好了，还是有点闹毛病。跟婆婆的关系怎么样？跟婆婆关系没什么太大问题，我跟婆婆没红过脸当面，因为我觉得是她的母亲，我应该尊重她，因为她把儿子带大不容易自己。对。说实话，我就希望她就老考虑她母亲就是身体不好，但是你有些事得说，你不能不说呀。明白。现在在经济上面跟妈妈没有什么瓜葛吧？没有。你母亲对她印象怎么样？我母亲对她平时印象还行，就是有时候她回家玩游戏，我母亲看不上。哪是印象还行啊？咱打个比方说因为后期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单位这边请了一个长假，专心带孩子，我想帮他们分担挺好。然后呢，咱打个比方说，头一天晚上12点多，因为我看孩子这一块，就是基本上到后半夜我都不会睡，我一直是陪着这一块去看着他。头一天晚上12点多睡的，第2天早上5点起。第2天早上5点起来以后呢，也是有点迷糊，我看他剩奶，我就想给他倒了，但是也是没注意，一下就倒锅里了，就这一个举动，老太太转身就走，我是挺难受的，说实话，我当时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结这个尾了，因为我只能是抱着孩子，我看着老太太穿这个衣服，我一句话不敢说。那我妈不是为了咱俩好吗？那你说这些事儿都不生气啊？有一回那个他跟他朋友微信，你知道吗？让我看着了，他就诉苦，我跟朋友说我们2个就说我说的特别不好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挺生气的，我就跟我母亲回家了。然后那你也不能不通知我转身就走啊！我还通知你干嘛？你说我自己搁家待着，饭也吃不上，孩子也没人帮我带，觉也睡不了，那我还不如回家呢，对不对？我出门办点事儿，回来的时候，出门之前还好好的呢，半道上还打电话也没问题，回家了以后这个家是空的，我当时我都傻了。来这儿目的是什么呀？来这目的我就是不想再让他玩这个模型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跟他母亲沟通一下，就是借的那些钱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。因为我身体现在不好，他现在工作也是请长假下来了，没有收入花的也是我们2个手里剩点的钱。我就想说把这些钱要回来，能在家就是跟我待1年，把孩子带一带，然后我养一养身体，因为以后我也还要工作上班的。我听明白，就现在其实经济压力很大，对吧？对，不是自己没钱，而是钱被丈夫的母亲借出去。对，是吗？也是一部分。现在我也是在想办法去别要面子了。
直接说还要面子。也是在贴补家用，因为之前你也看到了那些东西，也可以卖一部分啊。你能卖吗？一个月买10个能卖俩，就算多的啊。然后半夜还舍不得，半夜还得起来玩几个点，趁我睡着。有没有想到过结婚要个娃之后这么麻烦？没有，因为我们2个是闪婚，我本来没想那么快要孩子的，就是有了感觉是一个生命，就是早晚都得要就要了吧。但是我没成想要完这个孩子这个问题接二连三的就来了，都没做好准备呢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就觉得生活怎么一下就乱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根本就是措手不及。哎，你看到你闺女的时候高兴吗？高兴。啊，你呢？高兴。也没想到这么乱，是吧？没想到会这么乱。哎，我问一特极致的问题啊，就是闺女和玩具选一样，你选谁啊？我当然选闺女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能把它全卖了吗？能。你看多好，你人态度很好啊。全卖啥时候能全卖完呢？那么多的。这个东西你听我说哈，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买来的，它也不可能一天卖。这个东西卖的时候，它真是投其所好。我觉得你适合直接开个店卖模型，你直接把你这些搬过去，你都不用上货了。哎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呀。就完全可以在网上。问题这谁买呀？哎呦，买的人可多了。我就不理解他玩那玩意儿有什么可玩，就搁那放着静止的。我就喜欢玩这个。你不要再纠结这些事情了，这些事情不是不能解决。我能不纠结吗？睁开眼睛，孩子，这东西那东西都是钱，然后满眼睛的全是模型，要么低头就是尿不湿，抬头就是模型。懂了。老师们，你们给想办法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最关键的问题2点：一，里外不分。姨是外人，相对来说，你等于是因为姨管你妈借钱，你没搞定你妈，伤害了礼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可不就闹我，要我也跟你闹啊，对吧？你也里外不分，亲妈永远是你亲妈，但是在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，妈妈是外人。我的意思不是让你革新啊，是你们俩矛盾不要老说给自己妈听。有一个颠扑不破的家庭爱情法则，就是在外人面前只说对方好，因为你说了也没用，只会造成更深的2家的矛盾。好像泄了点私愤，跟妈念叨老公这不好那不好，换成结果就是这样吗？再严重点，他觉得我怎么女儿嫁给了这么一个人，他这么不负责任，瞎了眼了才嫁给你，你不就这个结果吗？因为我平时也出不去，能沟通的除了母亲也没有别人了。哎，你沟通的要一个结果，所以说里外不分呢。你有了牢骚，一自己消化一部分，二跟老公坐下来好好沟通。第2点，这小伙子轻重不分，玩具和孩子都是你的孩子，我觉得都挺重要的。我不建议你把模型都卖了，我也不建议你老婆让他从此不玩了。男人有一个爱好，而且不是不健康的爱好，很好的一件事儿，但是轻重得分清楚。先把奶粉，先把孩子，先把老婆病看好了，少买点，暂时买不起先不买，可以卖一部分。这东西在家囤，真的你囤3个仓库都没完。你轻重不分，里外不分，你说能不到我们这儿来吗？解决办法也很简单，一，我看出来了，模型的事儿，我建议每个月规定一个额度，严格遵照这个。第2，你不工作这不是个事儿。对，你俩人吃老人的能行吗？但是我身体现在就是根本我知道承受不了。他如果真的不工作，他在家也憋坏了。我再提供第2个解决方案，回去上班去，你有你的世界，该忙，但是把钱控制下来，不买模型，在家里能请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帮他带孩子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适的方法。如果觉得请这个育儿嫂价格更高的话，可以小时工专门给她做饭，哎，都可以， 1天3顿饭吃，找个帮手。对，不光是你照顾得更好，最关键你轻松下来，心理压力重，你的病也会，身体也会调整得更好。第3点，我也知道你们俩为什么来，我就把话就先说了啊，冲着镜头说，咱姨呀，借别人的钱该还就还了吧。说完了，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：既然这么缺钱，为什么要让他留下来辞去工作，请一个长假，就留下来在家里头添乱呢？因为我身体那阵儿已经是住院了，已经是半个月了。我那阵是说是你可以像马老师说的那样找一个帮手。他在家给你多大的帮助了吗？他在家，他真正的价值是在家帮你，还是在外挣钱？实际上当时也是这个事儿，就是他一直在住院，4个月，4个月从来没离开医院，住院，一直在住院。
我当时是再三考虑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人了，我岳母当时都住院了，然后因为跟她上火，我母亲这边因为本身需要也贴补一部分我们这边，外加上老太太自己工作也是忙，也没有太多的时间，只能是贴补资金这一块，所以说家里没有其他的还能身体不错的人，因为这个我跟我领导这边请了假，我先下了一段时间，当他身体真正能恢复的时候，我也就是该重新回到我工作岗位上的时候。困难谁都会遇到，每一家都会有不同的困难，关键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你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、一个行动。至少现在你们看是一团糟。如果真是这么多困难，你还有心思半夜爬起来去玩那个玩具呢？你要真这么困难，你决定要留下来去作为一个正常的、健康的人去撑这个家的话，你做的所有的工作，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像一个真正能撑这个家应该做的事儿。老婆对你很失望，外头有债不去要，那边岳母还病了，你也不能处理好岳母的关系，你留下来你去请假，你为什么呀？尽快的让自己成长起来吧，去有固定的收入，然后真正的处理好家庭的这些矛盾。困难一定是可以解决的，关键是你怎么做，不要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，好吗？其实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，有一些正当的兴趣和爱好，说明这个男人还纯真。但是玩什么有小孩好玩啊？尤其是3、4、5、5月的时候，他那个说话，你跟他咿咿呀呀，你能说上一上午。你他就一直跟你你能说一上午，那比模型好玩多了。模型不会说话呀。你有时间跟别人去哭诉说，哎呀，这家里没法待了，我好苦啊！你不如跟女儿说啊，女儿有的时候能够成为第三方的交通工具啊。你说爸爸好苦，你知道吗？爸爸想玩2个玩具，现在因为有了你，我也买不起了，是吧？妈妈天天在埋怨爸爸，现在爸爸连工作都不做了，天天都在陪你，你可以跟他倾诉啊。我女儿就很喜欢听我说话，她有的时候侧着耳朵听，我从房间里一出来，她就斜着眼睛看着我。你没事你玩它呀，你玩模型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这么活生生的大玩具，而且还有一点，难道女儿不能激发你的父性？你不会带孩子和你想不想带孩子是两回事儿，你不会抱和你想不想抱是两回事儿。但凡是你想弄他，你想玩他，放在腿上也好，你逗他开心也好，拿玩具逗他也好，你做着做着你就会了。关键是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去做而已。我们家比你稍微少一个女人，就是我闺女、我老婆和丈母娘，因为我母亲走了。哎，我们3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很幸福嘛。而且我也喜欢收藏东西，但是你得量力为出啊。你很显然现在你的工资收入支撑不起你玩这种所谓的兴趣，支撑不了那就不要去玩了。暂时终止，不是说把这个念头完全放下。你慢慢的，等你积聚起了一定的经济实力，你再去恢复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如果说你的老婆怀孕之后生孩子之后一件衣服不买，淡妆素抹，是吧？几乎女人的消费她都没有，你还好意思玩吗？你不会觉得愧疚吗？进步再神速一点吧，但我看得出你是爱老婆的。很多情况之下，夫妻在生活当中就像一个车间的装配工是一样的，他不懂你教他，教着师傅教会了徒弟，2个人就能炉火纯青的过日子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对于这种不懂事的男人，不要去强行的引导他，而要用另外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去激发他。你说呢？回去不要让他去卖模型了，没事帮他摆一摆，帮他擦一擦，擦得干干净净。他看见你那么爱护他的模型，他不好意思再玩。女人永远硬不到男人，只能软得到男人。学软的艺术吧，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咱们把它梳理一下，其实方案就有了。第一，现在具备了上班的条件吗？差不多了。赶紧回去上班，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第二，你不能给妻子做饭，请小时工，专门做饭的小时工，一定要让他吃好。现在外卖也很方便嘛。第三，闺女儿没睡之前，
不能玩。闺女睡了，媳妇儿要愿意跟你再聊1个小时，这个时候你也不能玩。就他们俩都睡了，你说我还能保证第2天上班？你玩去，他玩通宵你也别管。对。从现在开始不添新东西了，真的不能添新东西了。钱就别要了，你就当那笔钱你们俩曾经就从来没有过 ，OK 了。不要再提借钱的事儿了，因为现在跟你母亲不再有这个经济上的瓜葛了吧？哎 ，OK， 以后也不要有，那笔钱就当他从来没有过，记住没？记住了。好了，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希望以后你能多关心关心我，然后在家多照顾照顾和孩子。模型呢，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玩了，然后就是你可以回你的工作单位，也可以请人照顾我们，但是钱嘛，就是如果能要回来还是要，如果要不回来呢，那就算了。就是希望你还是能对我和宝宝好一些，毕竟日子还得过下去嘛。我会比以前更努力，我肯定会比以前更努力。我每一次答应你的时候，我都会去做。我每一次可能做的不像你想的那么好，但是我会去努力。就有这一句话，我认为就够了。我会让这个家更好。我希望你这次说的能够做到，因为毕竟也是在这个节目嘛。以后你要是做不到的话，我就放这个节目给你看，让你长点教训。回吗？谢谢老师。谢谢各位老师。哎呦，这个揪心哦！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你碰到的生活和情感当中的问题，就会得到我们这些聪明老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。在这里要感谢以下的网站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巨力、爱奇艺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我接下来就特别想看一看啊，就是这么浪漫的一个场景下，这对夫妻还是这么哀哀怨怨吗？来，请开门。还要哭，你看。还要钱不？不要了。啊？不要了。当那钱没有过不就行了吗？这就聪明了，你看多好。来，有请小花童。多好啊！来，这个给我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见证属于这2口子的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来，请亮灯，要保湿易背湿啊，这个多保养保养好吗？谢谢。给你们的爱情也保点湿好吗？谢谢。好好回去吧，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。快回去吧。